欢迎朋友们啊，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把小扇子先点一点啊。我们今天还是一个新的构图，新的构图。然后我们这个是这个不常见的一种构图，就是说 C 字形构图，它是个半圆形的。你看它的景色是一个半圆形的构图，是这样的一个。然后我们今天一个浅酱画一个秋天的秋景的。还是你看，我们先安排一个小的草稿，以后我们把它放大成4尺整张。今天我们还是个4尺整张的作品，大致的构图，C 字形构图，对吧？C 字形构图，然后是个半圆形。你看我们的构图，半圆形，左下角是一个空白的水面，这样的。画之前，我们讲了简单的讲完构图以后，起笔之前把笔洗干净，把笔洗一下，笔锋调墨，我们常讲对不对？笔锋调墨，由近景的山石开始。你看，我们由近景的山石开始，先勾什么？我们常讲，先勾山石轮廓线，对不对？你看，轮廓线勾出来，这是近景的一块大的山石。把轮廓线勾出来以后，然后勾它里边的小的结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侧面结构，是不是？这是个侧面结构，我们不用分什么，常讲的10分3面，这样我们只把这个左边结构勾出来，左边结构勾出来，勾出来以后，你看，在我们的结构线后面，我们去皴一下，皴出什么？皴出它的山石明暗，把山石的明暗结构皴出来。我们常讲什么？先勾，我们的口诀是什么？先勾山石轮廓线，先勾山石轮廓线，然后呢，明暗皴擦来表现，就是山石的明暗结构。我们用什么？用皴擦来把山石的明暗结构，它的明暗关系，我们用皴擦来表现出来。来表现出来。这是近景的一块比较大的一个山石结构，把前面这个山石结构先勾出来。画山石我们也是一样，画山石也是这个结构是什么？由前向后，层层递进，对不对？层层递进。这是一个大的结构，过来后边小结构，你看向后延伸，小的结构，过来，对不对？先把近景的大的石块先分出来。我们皴这个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常讲的10分3面这个山石的它的口诀，对吧？先勾山石轮廓线，然后呢，明暗皴擦来体现来表现，对不对？来表现。这个结构，你看前后，对不对？一层一层的由近向远，这种把它关系，交代出来，对吧？
近景的山石画完以后，你看啊，我们那个束缚的山水来说啊，束缚的山水来说，它的构图都是什么？哎，近是一般近景的时候有山石、树木为主，对不对？哎，中间哎主山的地方就是瀑布啊，或者是云海或者点景的，对吧？放在中景的位置，然后再远景就是远山。所以说，我们传统的还有我们现在的构图都是以什么？哎，近景以树木为主。所以说画的时候，啊，山石要掌握好，还有什么树木，对不对？哎，树木也要掌握好。十分三面，树分四枝，对不对？哎，常讲的十分三面，树分四枝。先把树的树梢部分画出来，看啊，先把树梢画出来，向下，先画什么？先画它的树的左边这个结构线。你看，哎，先把树的左边结构线勾出来。勾的时候由上向下，中锋用笔，哎，中锋用笔。左边结构勾出来以后，哎，右边结构线，右边结构线要什么？要和我们左边的结构线，对吧？要顺势，哎，顺势根据我们左边的结构线，我们右边结构线，哎，该转折转折，对不对？该变化变化，哎，出来一个小枝过来，你看啊，这是前面的树枝，大家看一下，它前面的树枝，它的出枝是在我们主干的，你看交叉，对不对？它的线是在主干的线的前面。先分出，你看主干长出，哎，次干，先画着右边的，你看，然后后面，哎，出后面的小树枝，对吧？前后分开了以后，啊，向左去出枝，对不对？你看，简单的分出树的四肢啊，对不对？哎，简单的分出树的四肢，前后左右出来，然后先把这个主干画出来，对吧？枝干画出来，然后向上安排小树枝，哎，生发一些小的树枝，哎，先把这个树枝的前后左右它的关系画出来，先要把这个画出来，对不对？哎，先把这个树的前后左右，哎，就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我们树干的地方，稍微什么？哎，寸两笔。你看，用中锋竖线，哎，寸两笔。哎，就是我们树干上面的这个纹路，对不对？哎，它的树干的这纹路，哎，用这个中锋，我们用中锋寸两笔，哎，寸两笔。看它的树枝的前后左右，这就说的啊，简单的把这树的四肢分出来，把它简单的树枝分出来。画完树枝，小的树枝完成以后，开始点叶。点树叶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点树叶的时候，也是啊，要一组一组的去点。你看，这是一组，我们先把树叶分出，对吧？这是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六组，对不对？哎，先把它简单的分出一个小的组合，然后我们再去点。点的时候也是啊，笔尖调墨，我们点一个
一个圆点吧，或者是看啊，圆点，你看，哎，先点一个圆点，让它看啊，点的时候先点树梢的部分，对不对？树梢的部分，它的墨色稍微的让它重一点，哎，稍微让它重一点。你看，这是一组，再来一组，这是第二组，你看，然后注意它墨的变化，是不是？你看这个树尖的地方、树梢的地方，哎，墨稍重一点，向下它的墨变化，哎，上面是湿，对不对？然后逐渐随着墨变淡，它的笔也会变干，是不是？哎，由湿到干，由浓到淡，哎，它的层次变化。我们常讲墨分五彩，对不对？哎，在这个点页的上，哎，一定要把它体现出来，哎，一定要把它体现出来。注意它的组合，哎，3个一组，5个一组，对不对？哎，3个一组，5个一组。哎，先把叶子它大的分出几组是吧？1、2、3、4，对不对？哎，先分出它的，先分组，然后我们再去点，又一组，看它的墨的变化。画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墨的变化。点完以后，向后再点一组。调墨也是，我们画完一组叶子，哎，再重新调墨，画完一组再重新调墨。不要说这一笔，哎呀，都是重墨，你都点下来，它没有这个墨的层次变化，对吧？一看那个我们画的这个树叶，我们树，它都是平的，它没有墨的变化。讲究我们什么？哎，墨韵，墨韵淋漓，靠的就是什么？我们墨的变化。你看，要把墨的这个层次变化要体现出来，要体现出来。点完，把这一组的叶子啊，由浓到淡，由湿到干，它的变化给体现出来。看，哎，它体现出来，它的墨的，你看整体变化也是啊，树头的地方墨稍微重一点，是不是？哎，墨重，然后渐变淡墨，对不对？越靠近树根的地方，它的墨的变化，嗯，到下面也是，哎，淡墨干笔，给淡墨干笔，我们就点下面的，因为什么？哎，因为下面的叶子来说啊，树枝比较少，对不对？哎，树枝比较少，相对来说叶子也就比较少，这是它的叶子的变化。还有什么墨的变化？一定要注意，我们画树的时候啊，注意它的前后四肢的我们这个关系，透视关系，然后叶子的墨的层次变化，哎，墨的层次变化。前面一组，你看啊，前面一组我们是圆点为主，对不对？圆点为主，到后面啊，画的时候还注意它的树枝的树形的变化，对不对？哎，树形的变化有高有低，哎，注意树形的变化，穿插避让，只要有交叉，你看这树的只要有交叉，就要注意它前后避让，哎，穿插，哎，树形，你看画这个树干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的中锋啊，哎，用的中锋就是我们笔的前半部分过来，你看啊，向右长出来，
我们向左的树枝是不是被前面这个树遮挡以后，哎，看不到，有的地方看不到，所以说，哎，先把右边的画出来，哎，先把右边的画出来。画完以后，你看它下面村两笔，就是说我们代表树上的那种，哎，这种纹路，哎，树皮的这纹路，哎，画出来以后，你看前面的啊，我们是这个圆的这种点子，到后面以后，你看可以变化一下，由上还是由上开始啊，有树头的地方开始点，你看重墨，对不对？哎，先点，然后向下，你看它墨的变化，看是不是？哎，随着笔中墨的由浓到淡，由湿到干，对不对？形成一个墨的层次渐变化，由浓到淡的渐变颜色，墨色啊，这是一组。我们根据什么？根据我们小枝的这个位置，我们去分叶子的组合。你看，这是一组啊，右边小枝又组成一个，对吧？又组成一个叶子的一个组合，哎，一个组合。然后向下，你看，向下以后变淡，你看，墨色变淡。所以说，我们调墨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开始画的时候，哎，一定要把这个调墨的这个笔法要掌握住，它的技法要掌握住。不管是我们画树、画山石，一定要把这个墨的变化，就墨分五彩，浓就是重、浓、重、淡、轻、焦，对不对？这个墨的变化，哎，一定要体现出来。前面啊，哎，前面两棵高一点的树画出来以后，你看点叶树中间什么穿插什么，哎，要穿插一些夹叶的树，一定要有变化，不要说单一的，就是全部都是这个点叶的时候，看后面可以穿插什么，哎，穿插一个夹叶的树过来，你看对不对？哎，可以穿插一个夹叶树，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树的这种变化上，再一个就是空间上。哎，用叶子的不同形状，对吧？去把树的空间我们拉开，给空间拉开。也是啊，树干，这是叶子被前面的那个树叶所遮挡的地方，对不对？受遮挡的地方，前面出了小枝以后，你看出这个叶子，出叶子的时候啊，我们画什么呀？画那种芥子点。这个芥子点可以和什么结合呀？可以和个子点去结合。哎，注意啊，它可以和芥子点、个子点去结合。哎，画一点大的叶子，你看，芥子点就是我们和写这个芥子一样，对不对？介绍的介，它是4个叶儿组成一个完整的叶形。哎，4个叶子组成一个完整的叶形，可以里边可以什么？哎，可以加一些个字点，对不对？一个的个，
哎，它这个叶子是相同的这种叶形，哎，可以组合在一起。过来，到后边，哎，接着点，勾过来。看，这是穿插啊，树的穿插变化，前面是点叶，后边是夹叶儿，哎，穿插变化。下面石头对吧？树木是近景的完成以后，我们点景的上面是个平台，平台上面我们是什么？哎，是个小亭子。画这个点景的时候，你看啊，先把我们平台的大致位置勾出来，就是它的平面啊，我们平台上面的平面，你看，先勾出来，哎，先把这个平面勾出来，上面平面勾出来，勾出来以后，我们画什么？下边这个断面结构，对吧？横断面的结构，哎，先勾它的轮廓，你看，哎，先把它这个平台的大致轮廓勾出来，哎，大致轮廓勾出来，勾出来以后，你看啊，把轮廓结构勾出来以后，皴的时候啊，我们前面对不对？它是一种短的披麻皴，对不对？大家都能看出来啊，这是短的披麻皴。到平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披麻皴了，对不对？要用什么斧劈皴？你看，哎，斧劈皴去处理平台。侧锋对不对？斧劈皴，哎，我们画斧劈皴什么？用侧锋，这个是用中锋，中侧锋并用。你看，我们画这个平台的时候，哎，斧劈皴，侧锋去运用，对不对？把平台的这个断面结构勾出来。你看上面就是啊，我们要留什么？哎，留亭子的位置。亭子画亭子的时候也是先勾什么？先勾它的顶，对吧？亭的顶部结构，三角形，是不是？哎，三角形，它是看这个被树叶遮挡的地方，拖过来，看，先画个三角形，画了三角形以后，哎，你看我们上面结构怎么去处理？三角形先画什么？先画左边的啊，先把左边的这个柱子画出来，双钩。你看啊，再画中间的这个，哎，中间右边，哎，先把前面这三个柱子画出来，哎，画出来以后啊，你看，这是左边、右边、中间的，对吧？停住以后，你看后边的柱子安排什么位置？安排在左边和中间这个梯子这个柱子中间啊。你看这两个柱子中间去安排后面的这个，它的这个长度，对吧？和前面这个是不同的，对吧？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一个啊，三个里边还是比较短的一个。哎，画完以后，哎，亭子结构画一下，上面的结构，哎，下边栏杆哎，简单的画一下它的这个亭子的下边栏杆位置啊，稍画一下。
过来，它这个注意什么？注意我们几个结构，平台的结构给这儿透过来，你看，对不对？透过来，一定交代它，我们下面这个平台是个完整的平台，对不对？这个结构线穿插过来，和这个右边的结构线衔接一下，后面穿插，对不对？把这个我们没有把什么，把这树要长在这个石头上，所以树的后面要安排一个结构啊，要安排一个石头的结构，披麻皴，对吧？短披麻啊，过来。不要来这悬空，对不对？注意我们构图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竖的时候一定要长在这个，让它长在这个石头上，对吧？后面一定要安排一个结构，不要在这悬空，对吧？后面没有结构，你就在这个石头的上面安排树的时候，对吧？它长不住，所以说后边要安排一个结构，对不对啊？安排一个山石的结构，后面做个衬托，衬托什么？衬托我们前面这个假叶树，衬托一个小的树木，可以勾一个线的这种结构，你把前面这个假叶树衬托出来就可以啊，衬托出来就可以。近景的，看，对不对？这是我们近景的这个山石树木，然后向后延伸就是我们中间的，对吧？中间的山石，你看画中间的山石的时候，注意前面树的位置，对吧？尽量少，就是说不要和后面的山石交叉的过多。你看啊，到时候你看画后面的山石的时候，先画它的山顶位置，看它这个结构下来，让它虚下来。你看到树的地方，让它虚下来。看这个结构，把它虚下来。虚下来以后，侧锋，你看侧锋去皴，侧锋去皴，把它虚下来。你看，对不对？把它虚下来，就是说我们靠近树的地方，山石结构，对吧？把它虚下来，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云雾，对不对？不要有实线啊，不要实线交叉，不要实线交叉。到下面，你看，这些中间是云雾的地方，中间是云雾地方，中间是云雾，然后中间是树，对不对？有人问什么是行星法？互动。对，我们现在你看前面这一组山石用这个小的短披麻皴，对不对？你看现在我们用的就是斧劈皴啊，就是斧劈皴，和我们前面平台的这个皴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前面平台是不是也是斧劈皴？后面山峰也是斧劈皴啊。下面结构，你看画完以后向后延伸，向后延伸一个山峰，
哎，上方看啊，我们画这个虎皮诺山石结构。哎，先勾山石轮廓线，哎，先把它的外轮廓勾出来，然后勾里边小的结构。画虎皮村，你看和我们蓖麻村不同的地方，它是结构，你看画的不用画的太复杂，只把简单的结构勾出来。靠什么呀？靠我们村的时候，在变化里边小的结构。你看是不是啊？这个山的外轮廓勾出来，你看里边小的结构，自己看一下是不是没有我们画什么？没有我们画这个蓖麻村的时候，这结构勾的那么复杂。你看啊，我们表现山峰的时候，虎皮村侧过来，大家看一下那个用笔的方向，你看侧过来向下，你看是不是？哎，这样我们向下就村出一个什么山的暗部结构，是不是？你看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亮面，村的地方就是山石这个山缝的地方，对吧？就是凹进去的地方。然后前面结构，你看勾完以后啊，是不是勾的结构比较少？用什么表现？你看用村还是有前面结构开始。虎皮村，你看侧峰向下，对，我们今天老师又给大家讲了很多啊，老师讲的详细不详细啊？朋友们觉得好好看是不是？老师讲的详细不详细？咱们互动一波，朋友们。觉得老师讲的详细的，把详细两个字扣在公屏上。如果能听明白了，也可以把明白两个字扣在公屏上。如果不明白，咱也可以把不明白扣在公屏上，让老师再给大家来讲，好不好？新朋友们别忘了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头像就可以关注了。我们是每天下午的3点半是山水的直播时间段，我们的老师是王伟平老师，老师是一位职业画家，画山水已经画了30多年了啊。所以呢，老师在直播间呢也是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与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喜欢咱们中国画、喜欢山水的朋友都可以点上我们的关注，这样开播就会有开播的提醒和推送了啊！感谢大家。然后大家听老师讲课的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小赞来给老师点一点啊。我们把我们的赞点到26000，好不好？把我们的赞点到26000，每人点上10下，我们很快就到26000了啊！感谢朋友们送出的小爱心和小玫瑰。我看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这个关注，是不是？左上角头像就可以点击就可以关注啊，关注是不用花米的。免费关注，然后关注以后一开播，咱们的抖音就会给您推送，然后您就可以到直播间来看到老师给大家讲一些我们的国画的绘画技法了啊！谢谢朋友们送出的人气票，有人气票的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免费人气票给老师送一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对，每人点上200赞，一起冲啊！咱们村法每节课都会讲到，朋友们啊，多关注村法，因为每一张山石老师讲都会讲不同的村法，包括我们现在山水的村法以及传统山水的村法，我们都会讲到的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新到直播间的，咱点上关注，加个粉丝灯牌，这样开播会有开播的提醒的。对，我们这个每一个构图，对吧？需要的村法也是不同。就是说每次啊，看构图之前，我这个作品以什么为主，对吧？都是说现在我这个构图的时候，先要计划一下，今天我这个画以什么为主？以虎皮村为主，或者说以蓖麻村为主，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每一节课里边都能掌握两种的村法。你看村的时候啊。我们蓖麻村也是由前向后去村，对不对？我们这个虎皮村也是，你看，先村了前面那个结构，
看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你看，哎，再去村，哎，再去村，它形成一个什么呀？看，很自然的形成一个，你看村的地方，它就是比较暗，对不对？哎，比较暗。看这结构是不是？你看啊，我们村的地方是不是？它就是山石凹进去的地方，对不对？白的地方，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亮的地方。你看，我们常讲什么？哎，明暗村差来表现，对不对？不管是我们蓖麻村、腐皮村，都是用村来把山石暗面，对不对？去体现，然后留白的地方就是山石亮的地方。这是前后结构，这就是我们看前面一组山峰，对不对？这是后面的山峰，它前后关系靠什么呀？也是靠我们这个村，哎，靠我们的村去把前后的关系来体现出来，这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这个是什么？是山石凹进去的地方，这是一个整的个大石块来说啊，村的地方就是凹进去的地方，留白的地方鼓起来的地方。你看山峰那儿，这就是我们山与山之间的峡谷，对不对？它也是暗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用村，哎，把前面的山峰衬托出来，哎，去衬托出来。过来，这是什么？我们要处理水的地方，哎，处理水的地方，先把水口的位置留出来，看啊，哎，先把水口的位置留出来，哎，水口的地方墨色让它重一点啊，水口的地方让它墨稍微重一点。过来，你看，下面看啊，我们前面山峰中间这是被云遮挡的地方，画瀑布的时候也要注意。哎，这是水口的位置，然后左边山峰，你看啊，相对来说，我们右边山峰画完以后，你看左边的山峰也是用腐皮村去表现。先画结构，先把山石结构画出来。简单的勾一些它的山石外轮廓，山石外轮廓。它的外轮廓完成以后，侧锋，对不对？我们腐皮村常用的啊，常用的笔锋，哎，就是侧锋。用笔要肯定，哎，一定要用笔要肯定。它体现什么？体现我们北方的这种山石坚硬，对吧？看，我们常讲这个南方比较什么？这个湿润，所以用蓖麻村能体现出来。就是说多沟，你看它都是蓖麻村都是以线为主，是不是？哎，以线为主。腐皮村呢，以面为主，你看，对吧？它是以块面为主。我们蓖麻村是以线为主。
就是说表现不同的地域山石结构，哎，皴法也是不同，皴法也是不同。你看到下面啊，云雾的地方，干笔去衔接一下，把我们的云的大致形状，哎，画出来。你看用淡墨啊，哎，画出来。这是水口的位置，对不对？哎，把水口的位置留出来。哎，过来。看，这是水口位置。留到水口以后，先画什么呀？哎，先画我们里边这个瀑布里边这个小的碎石。哎，先把里边小的碎石画出来。你看，画的时候注意什么呀？注意我们瀑布它的水流不要平均。哎，水流它的这个不要平均，有宽的，有窄的，要注意这个啊，一定要有宽窄变化，不要说你平均下来啊，比如说这个关系吧，我分上三条、4条，对不对？哎，一定要有它的宽窄的变化。先画里边，哎，先把里边小的碎石画出来。先画出来，让它，这是2个，对不对？有一个稍微宽一点的、大一点的是一个小碎石，然后小一点的小碎石。注意到下面画这个小碎石的时候，你看表现那种溅起的水花。我们常讲啊，用什么？用这个蘸笔。什么叫蘸笔呢？就是我们画的时候，手腕轻微的这种颤动，产生这个线的这种，哎，你看啊，过来画的时候，侧锋这个手腕颤动的，然后它出现这种蘸笔，就是什么？哎，就是我们这个水遇到这个小碎石溅起的那种水花。过来，我们画这个瀑布的时候要用什么呀？这个线和这个块面的墨结合在一起，你看，哎，结合在一起。小碎石地方我们可以用什么墨块去表现，然后水流的地方可以用一些线，哎，结合在一起。有线，有这个墨块，对吧？这是墨，表现山石，然后水流，我们可以用用一些线去表现，可以勾一些淡一点的墨啊，勾这线的时候，哎，墨色让它淡一点，不要太重，你看，哎，结合到一起，把它结合在一起，小的落差，你看。这是瀑布大一点的落差，你看上面水口的地方，哎，还有小的溪流形成小的落差，对不对？哎，形成小的落差。到下面你看可以用什么淡墨？淡墨把我们瀑布下面这个结构稍擦一下，哎，稍擦一下。
上面就是水口的位置啊，你看我们水口的位置，不能是前面这个瀑布上面水口不是位置，不要是白的啊，画一些远处水口，交代一下水流的位置方向，对不对？我们可以用什么呀？用淡墨干笔擦一下，擦一下，你看。哎，这就是我们溪流，对吧？远处山峰留下的溪流组，对吧？汇到一起，汇到一起，哎，流下来产生这个瀑布。水不是啊，不是干笔，就是我们画这个水的小碎石的时候，你看啊，它不是干笔，用侧锋。对，刚才同学也说的啊，斗笔也可以，颤笔也可以，就是这个。你看啊，我们再画一下，你看，稍微的，就是墨色稍微的控制的稍微的干一点，不要太湿，也不要太干啊。你看它靠什么呀？靠我们这个手腕的抖动产生的这种蘸笔，它不是干笔啊，它不是干的。你看，是靠我们手腕的颤抖产生的这种飞白和接近飞白的那种墨色那种笔法，但它不是干笔，它不是干笔，你看对不对？我现在这个笔这边这个墨相对来说含的比较湿，你看啊，它也产生这种，它不是飞白，你看啊，它不是飞白，是不是？它是用那个颤的那种笔产生的这种线，不是我们想象的，哎呀，是不是用干笔画的飞白？不是那样的啊。你看这个笔，哎，你手腕颤抖着过来，产生这种线，哎，是这样的。哦，下面你说是这部分吧？对，这到下边啊，我们可以用干，就是淡墨干笔去渲染一下啊，就是瀑布下边的结构，上面留白，下边让它稍微暗一点。然后画完以后啊，看这是我们山峰下边这个山脚的位置，对不对？哎，山脚的位置，左边也过来，你看啊，左边把山脚的位置也画出来，这结构。画这个也是淡墨，对不对？哎，我们画这个也是淡墨去画，哎，淡墨去画，把我们这个左边山峰下边山脚的位置，哎，交代一下。对，我们画这个大瀑布的时候用斗笔，你看画这小的时候，比如说你看你画这个稍微窄一点的瀑布，你看稍微窄的瀑布也可以用这个呃一个结构，对吧？一笔两笔的都可以，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用这个蘸笔或者斗笔形成的这个小的碎石，对吧？它把这个瀑布里边水花溅起的那种感觉，哎，能表现出来，哎，能表现出来。这是我们传统画瀑布这个体现不了的。我们传统瀑布都是用什么？用线去勾出来，对不对？哎，这是现在的处理水的一种方法。如果你看我们画个小的瀑布，我把左边这个瀑布你看折挡起来，小一点的，对吧？瀑布你去用这个斗笔去画，是不是？它这种效果体现水的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学会它的这个技法来说，我们可以应用啊别的构图里边，你比如说下边，如果我们后边，对吧？下边去画一个
再画一层瀑布的话，你用这个斗笔、蘸笔记是吧？你去表现，它那种效果也挺好的。哎，画出来，把上面的结构我们画出来。上边就是远山，对不对？看到下边就是远山。画远山的时候，我们淡墨，哎，把远山的这个轮廓勾出来。看，勾出一个远山的轮廓。勾个远山的轮廓。后面我们再用什么？用颜色。哎，下面上来。哎，只勾一个山的外形。哎，山的外形。山的外形，后期我认为说，哎，去用颜色去把远山画出来。哎，去把远山画出来。就是说，我们常讲这个远山无村，远树无知，就是这个啊。远山，大致的勾一个轮廓就可以。后期我们可以用什么？到上色的时候用颜色，哎，按我们这个轮廓，远山的外轮廓，你去在里边上颜色就可以。哎，上颜色就可以。看啊，画完以后，山峰、瀑布下边，你看啊，因为这是瀑布是这个中景，对不对？哎，下边还有近景的水流，哎，近景的水流，哎，我们用什么呀？用，你看画一下它的水纹，看这个水纹和我们平时画的又不一样，你看这种不是长线，你看是一些短的线，哎，短的线。它的线不是，你看是不是那种直的啊？不是直的，是有一点波纹，你看啊，稍微有一点波纹，是以短线为主。你看，来看一下啊，哎，以短线为主，哎，短线为主。这是我们前面的水面上勾一些水纹。我们常用的是什么？你看啊，我们画这个传统的时候都是那种长的线条，画那种水纹。你看，今天我们用这种短的线条，哎，把水纹勾出来。勾的时候，靠近什么呀？哎，靠近我们平台的地方。你看，靠近平台的地方，水纹稍微多一点，对不对？哎，中间的地方，哎，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这是我们墨稿的开始啊，墨稿勾完以后，稍亮一下，稍亮一下，我们把什么呀？哎，稍亮一下，我们把这个水口的地方，哎，稍微加一些啊，稍微加一点。嗯，哎，上色之前，哎，上色之前，你看我们瀑布的地方，你可以用淡墨稍微加一点，稍加一点就是把我们
瀑布这个水口这个位置，你看，因为靠近水的地方，我们常讲它的地方比较潮湿，潮湿了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稍微用一点淡墨，把水口的地方渲染一下。渲染以后，你看啊，渲染以后是不是我们瀑布衬托的瀑布比较明显？比较明显。然后云的地方，云的地方稍加一点。过来，你看，把这个云的地方稍加一点淡墨干笔，擦一下，擦一下。对，这就是我们不管是画这个大的瀑布，还有我们画小瀑布的时候，也是啊，到水口的两边山石，让它稍微的墨呢，稍微重一点。如果觉得墨不够的话，我们可以什么用淡墨加一下，加一下以后，你看把我们瀑布衬托出来，它就比较亮，对吧？也比较明显。这个都稍微加一点。到后面我们上色的时候也是，你看加了淡墨以后，我们上色也比较这个，到后期上色也比较容易一些。我们开始着色。还是啊，着色之前，先看一下我们的墨，可以，基本上干了啊，基本上干了。还是大家上色之前，大家喜欢这个颜色，还是我们喜欢上一个浅酱的，还是上一个小青绿的？我们可以根据大家这个想上的颜色，我们今天给大家上颜色。就是同学喜欢小青绿的，我们就抠个小青绿；喜欢浅酱的，我们在这个公屏上抠个浅酱。我们根据大家的这个意见啊，我们去着色。尽量就是我们在每次上色之前，对吧？可以说同学有喜欢小青绿的，我们就讲小青绿的着色方法；喜欢浅酱的，我们就是说，浅酱的着色方法。我看哪个多一点啊？有小青绿的，有浅酱的。可以。浅酱的不少啊。我们今天不行，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又不行上个浅酱的。我们上个浅酱的吧。我们昨天上个小青绿的，今天我们上个浅酱的。浅酱的以什么为主啊？我讲一下，我们浅酱的颜色，我们浅酱的颜色以赭石、藤黄，对不对？赭石、藤黄、花青为主。这是浅酱的着色主要的颜色。你看啊，我们开始上之前，先调一个赭石的颜色。你看，我先把赭石调出来。你看，我们单色赭石来说，它的颜色比较重，对不对？比较重。它和我们这个花青来说，你加在一起，它这过渡不自然。我们可以稍加一点什么？稍加一点藤黄。看，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稍加藤黄以后，我上色的时候，你看，先上什么？我们浅酱来说，一个是亮面上赭石，暗部上花青；一个是什么？暗部上赭石，亮部上花青，是两种上色方法，但是都是以
赭石花青为主。哎，我们今天啊，赭石上在什么？上在山石的亮部啊，你看，哎，就是我们上亮部赭石，暗部花青。先用赭石上一下，哎，亮部是什么？哎，就是我们山石留白的地方，对不对？山石留白的地方，这是我们赭石着色的地方。先上赭石，你看，先上赭石。哎，这是我们铁匠的着色方法。要注意什么呀？注意我们颜色的先后顺序。先后顺序，我们上小青类也是啊，一定要记住它的先后顺序，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哎，第一遍上什么，第二遍上什么，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浅酱也是，一定要记住它的着色的先后顺序。你看这个平台的地方也是这样，对不对？哎，先把亮部赭石，亮部赭石，你看平台的地方，浅浅的赭石上一点，上一点。注意什么呀？注意它颜色的深浅变化。哎，一定要注意它的深浅变化。不是说啊，我们上次还要注意什么？不是说我们就说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上过来，它不是一个颜色上过来。你看啊，我们平台的地方，大家注意一下。你看，哎，它平台前面的位置来说，颜色它的稍浅一点，稍浅一点。靠近树的地方稍微深一点。你看前面，哎，先上赭石，树干，上树干的时候，我们稍微加一点啊，加一点淡墨。哎，上树干的时候，我们稍微加一点淡墨，还是在这个赭石的样子里边稍加一点淡墨。树干渲染一下，你看，哎，先把树干渲染出来。过来，你看，哎，先把树干赭石加一点淡墨。今天还有同学就说，这个赭石为什么上出来了？这个老师上出来赭石亮，我上出来颜色怎么感觉不是说老师那个颜色？我一看我就说，哎，同学你上的调的颜色不对，调的颜色不对。我们注意什么呀？你看调的时候，整体的颜色，我们赭石颜色稍微发一点什么？发点黄色，对不对？稍微发点黄色。赭石占的比例和黄色的比例，对吧？一定要掌握住它这个比例大小多少，哎，一定要掌握这个。然后树干的地方，你看树干的地方加淡墨，是不是？也不是加的很多，加一点，让这个赭石稍微发一点暗的颜色就可以。哎，稍微发一点暗的颜色就可以，不要说一加的太过，它还是以赭石为主，稍微加一点淡墨，是这样的。然后花青，你看啊，亮部上了赭石以后，暗部花青。我们花青里边，你看也是稍加一点什么呀？哎，稍加一点淡墨，不要有单纯的花青。哎，不要单纯的花青，看啊，花青调好以后，稍加一点淡墨，整体上还是以花青为主，对不对？整体上还是以花青为主。亮部赭石，暗部花青，你看，
哎，花青加一点，加到它的山石的暗部。哎，山石的暗部。少来一点。哎，暗部就是我们什么？哎，就山石村的地方，对不对？哎，山石村的地方，来一点花青。来一点花青。让它，你看啊，染的时候注意什么呀？注意它花青和赭石它的过渡颜色，你看，稍微的让它过渡一点，稍微过渡一点，不要说亮部就是赭石，暗部就是花青，它的颜色它没有过渡，就是说特别齐整的，就是说，赭石就是赭石，花青就是花青，哎，一定要注意它有一个过渡。哎，颜色有一个过渡，还是这个颜色，还是花青，稍加点淡墨。看，先调花青，对不对？哎，先把花青调出来，对，过渡要自然。浅酱的来说，一般就说一次就一遍就可以啊，一遍就可以。和我们小青绿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小青绿你要打了底色以后，要上第二遍颜色。浅酱来说啊，就是赭石、花青上完以后，颜色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去调整。一般就是一遍颜色就可以。你看，哎，现在我们调的墨青色，看啊，还是以花青为主，对不对？哎，还是以花青为主，墨不要加的太多。叶子的地方，看点叶儿也是用花这个墨青色去染。边染，你看啊，我们上色要注意什么呀？边染，边往里边加什么？加清水啊，要加清水。你不要调了这个一盘颜色，就这一个颜色你去染，哎，边染颜色边加清水。让这个颜色呢，随着我们墨的变化，颜色也要有深浅变化，是不是？哎，也要有深浅变化。开始的时候，我们调出来开始花青的墨，对吧？墨青色比较重，哎，然后边上颜色，看啊，我们边往那个颜色里边，哎，加清水，看，加清水，加清水以后，对不对？它颜色就会变浅，然后我们再上后边的颜色，哎，随着我们墨的深浅，对不对？墨的深浅，我们颜色也要有变化，随着墨的深浅去变化。有的同学就是说，我觉得有的同学啊，我看到同学就是说，哎，调出，比如说上那个墨青色吧，我就调出一大盘的来，然后蘸着就去上色，对吧？那样不对啊，我们用多少稍调一点，用多少调多少。你看，我们边用，哎，边加清水，看它颜色也有了深浅的变化，哎，也有了深浅的变化。到后面，你看墨浅的地方，哎，我就上一些淡墨的地方，对不对？哎，要根据我们墨的变化，我们颜色也有深浅的变化，哎，也有深浅的变化。点叶的地方，哎，点叶的地方，你看
点的地方我们加注标，淡淡的注标，先点一遍底色，先点一遍底色。这个夹刃这个我们画浅酱来说，比如画小青绿啊，画浅酱来说，它的夹刃部分上色都是说要有底色。你看，我们注标上了底色以后，到后边我们要覆盖什么呀？要覆盖这个朱砂的颜色。要覆盖朱砂的颜色。为什么是染石头会发灰？你是我们上什么颜色？上小青绿还是上浅酱的会发灰？发灰是不是你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墨稿没有干透以后你去上的颜色，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啊，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你上的时候，我们墨的地方没有干透，你去上色，它的颜色和墨就和我们这个墨稿融在一起，就会发灰，还有一点啊，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上颜色的时候注意什么呀？注意它颜色的深浅变化，深浅变化。不要说你上一个颜色就是统一的一个色调，对不对？颜色上的时候，你也有颜色深一点的地方，有浅一点的地方，它有深浅的对比。还有我们上浅酱的时候，你看上浅酱的时候，我要是发灰啊，可能是什么？你加的墨的比例不对。大家注意一点啊，加的墨的比例不对，你会产生灰。比如说我们花青，比如说赭石，你赭石来说啊，你看我们上树干的时候，赭石上的墨稍加一点墨，不要加的太多，加的太多以后，赭石就会什么变成黑的赭石，叫赭黑色。赭黑色来说，它就偏灰一点，还有花青，你看花青，如果花青我们稍加一点淡墨，它是一种墨青色，它还是以花青为主。如果你加墨加的过的话它的花青就会说就是那种青灰色，就是那种青灰色。所以说，颜色上灰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加在这个加墨的比例上。上来一点，我们接着啊上后面的山石。你看啊，我们加后边的颜色的时候，我们调一下赭石。你看啊，先把赭石调出来。生宣，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生宣。我们课里边就是前面小的作品，还有后边我们40整章、30整章，都是用的生宣。你看啊，看调色，先把赭石调出来，调出来以后加一点藤黄。你看啊，稍加一点藤黄，然后让它两个颜色啊充分的融在一起，稍搅一下，对不对？稍调和一下，把它调和一下，让赭石和藤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这样才去上颜色。不要说我加了赭石，然后就加藤黄，对吧？稍调一下去上色，它的两个颜色还没融在一起，就是还没有充分的融在一起。赭石还是赭石，藤黄还是藤黄，所以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点，稍微让它调和一下，让赭石和藤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赭石颜色。看啊，开始上色，亮面。你看啊，我们还是亮面上赭石，来一点。根据什么呀？看上赭石，看我用笔上后边是不是和我们皴的用笔
笔法一样，看，哎，笔法是一样的啊，不是平涂，是根据我们村笔的笔法，哎，去染，哎，根据我们村笔的笔法去染。我来，你看，哎，留白的地方，清水过渡一下。要想让颜色，是吧，很自然的过渡过去啊，看，清水稍染一下，让它自然的过渡。哎，自然的过渡。山石亮部，还有左边的结构，山石结构啊。根据我们村笔的方向，哎，去染色。哎，村笔的方向去染色。亮部上完赭石，对不对？哎，花青，开始啊，花青，看我调花青色，先把什么？生遮，赭石，你看赭石它就分着赭石，你加熟遮，你赭石来说啊，你单色的赭石来，你不加别的颜色，对吧？它就是一种单色的赭石，生赭色，生赭石色。你加的别的颜色调和一下，对不对？它形成一个别的颜色。你看，稍微你加点藤黄来说啊，它就变得一点赭石来说，它有个新的赭石颜色，稍微偏黄一点。还有的赭石里边可以加什么呀？加朱标，对不对？花青，加一点淡墨，对吧？稍加一点淡墨。尤其花青的时候，不要加淡墨，加的不要太多。你看啊，调这个颜色就可以，对不对？调这个可以，就稍加一点淡墨就可以。哎，山石的暗部，你看啊，山石的暗部，加一点，哎，加一点，哎，稍加一点。水口的地方，看啊，哎，水口的地方，水口的地方用什么？用花青加淡墨去染。哎，过来，染了以后啊，云的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啊，云的地方，水口的地方是要打湿一下。你看啊，要处理云的地方、水的地方，还有什么远山？你看啊，远山要打湿一下，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它过渡的比较，对吧？比较自然。哎，稍染一点。水面，对吧？下边大面的水面打湿一下，也要打湿一下，我们去染。哎，稍打湿一下。大家注意一下，打湿了以后，不要打湿了以后不要去上色。对，水口的部分都是用花青加墨染的，哎，花青加墨染的，不是藤黄啊。赭石，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稍加一点藤黄，不是纯的藤黄，也不是纯的赭石，是赭石加藤黄加在一起。这个大概的比例来说，就是赭石一半赭石吧，对吧？一半赭石，一半藤黄。
就可以。哎，把上面多余的水分，我们用废纸稍吸一下啊，稍吸一下，吸一下，然后我们再去上色，吸一下我们再去上色。你看啊，画远山，远山我们勾勒这个大致的轮廓以后，还是这个颜色墨青色，你看啊，墨青色。哎，在我们勾的远山大致的位置，用颜色直接染出远山来。你看，直接染出远山。下边啊，远山下边，一会儿我们打湿了以后，对吧？去渲染，把它虚下来。山峰、山顶的地方颜色稍微重一点，你看，哎，稍微重一点。它下面打湿的地方，我们让它虚下来，轻轻的用笔扫开，对不对？哎，把它虚下来。你看这个远山也是，哎，山峰、山顶的位置颜色稍重一点，稍重一点，因为我们上面你看啊，这个结构线，在这个结构线的下面去上色啊，不要这个出来这个结构线，哎，上面颜色重，下边是云雾，让它自然的虚下来。哎，你看啊，这是云雾的地方，远山水口上边这个结构也是用花青染出来，这个颜色和我们上面颜色是相反的，对不对？远山顶部分颜色重，下边颜色是渐变的浅颜色，下边水口的上方是浅颜色，靠近水的地方颜色是重颜色。你看，是这样的，对不对？哎，这个颜色一定要分清深浅的位置啊，分清深浅的位置。虚下来，把山峰的颜色虚下来。看我们干笔擦的地方，哎，是我们柳云雾的地方。哎，柳云雾的地方。看，用完以后，再接着调，再调花青、淡墨。看，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对不对？哎，上色的时候它就有什么深浅的变化。开始的时候，你看颜色是不是稍微深一点？你看啊，哎，稍微深一点。加清水，你看啊，边上颜色，哎，边上颜色边加清水。看，这就有，这是我们开始上的时候，是不是深颜色，对不对？加了清水以后，它的颜色变浅，哎，我们就上在淡墨的地方，哎，你看，哎，上到淡墨的地方，边上颜色边加清水，颜色也是由深到浅，哎，由深到浅的变化。看，对不对？还有深有浅的变化。这个颜色，哎，这个颜色也是啊，你看上在什么地方？哎，上在我们小的碎石，哎，小的碎石，水做的碎石也是用花青的颜色去染，就花青调淡墨，就墨青色去染。染的时候，瀑布的下方颜色稍重，瀑布的上方
留白，哎，瀑布的上方留白，山脚下染一下，你看，下边就是我们瀑布留下来以后溅起的水汽，对不对？哎，溅起的水汽和我们的云衔接在一起，哎，衔接在一起。水面，我们勾的水纹，哎，勾的水纹也是用花青，看，对不对？看我们主要的颜色，对吧？赭石藤黄、花青、淡墨，这是我们浅酱的着色方法。哎，浅酱的着色方法，就这几种颜色。看，花青调的淡墨，这个墨青色，哎，我去勾一下，哎，对吧？勾一下我们的水纹，就是我们淡墨勾的地方啊，淡墨勾水纹的地方，用墨青色去复染一遍就可以。哎，复染一遍就可以。啊，对不对？不要说我们整个去平涂，哎，就是我们你勾了水纹的地方，哎，用墨青色稍勾一下就可以。嗯，哎，稍勾一下就可以。这是四尺整张的啊，我们今天画的是四尺整张的平台。哎，平台我们不是赭石色啊，赭石是打了个底色。平台三绿，你看啊，调一点点的三绿、花青、三绿、花青、藤黄，你看啊，三个颜色有平台，三绿、花青、藤黄。上平台，你看啊，平台的颜色，赭石底色啊，赭石为底色，加一点绿色，哎，加一点绿色，哎，稍加一点绿色。这个绿色不是单色啊，不是单色，花青、藤黄加三绿。这个画面来说啊，我们浅酱的画面来说，绿色用的比较少，对，绿色用的比较少，一点点的绿色就加在这个平台上面啊，加在平台上面。浅酱的来说，绿色只是一个点缀色，对不对？哎，只是个点缀色，面积不要太大，也不要加的太多，稍微加一点，就加在我们平台的位置。对，我们平台的颜色，三绿、花青、藤黄。你看主色调，我们浅酱的主色调什么？赭石、藤黄、花青，对不对？三个颜色，三个颜色。你看整个画面来说啊，对不对？它是以赭石为主，哎，花青为辅，点缀一点绿色，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浅酱的着色方法。我们上色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注意它的先后顺序。哎，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对吧？先上赭石，后上花青，是这样的。没有啊，这个晴子这儿也没上颜色。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水面是打湿的啊，所以说上亭子的时候一定要点景的东西来说啊，干了以后，画面干了以后，我们再去上点景的颜色。现在不要上，上了以后啊，比如你看现在如果上的话，整个这个亭子颜色就会阴出你的结构线，哎，阴出你的结构线，一般等它干了以后再去上。